鄂西追击战，被撵急了的横山勇决定反咬一口，不料却咬到了硬骨头。1943年初，日军在瓜岛的惨败，为其在太平洋构建的国防圈撕开了一道显著的裂痕，预示着日本所谓的五运开始步入衰退期。这一转折点直接导致了日本原计划发动的川陕攻略的破灭。该计划本已动员了大量资源，并扩招了23万新兵。在此背景下，横山勇从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调任为武汉11军司令官。抵达武汉后，他对自己手中的兵力进行了细致的评估，却发现情况并不乐观。被誉为日军精锐的第6师团已被调往南阳作战，而13师团在经历第6战区的宜昌反击战后，战斗力严重受损。尽管有所补充，但仍未恢复元气。此外，曾一度骄傲自满的第3师团，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也遭受重创，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。横山勇深入部队后，感受到的是士兵们的恐惧与不安。面对这样一支士气低落的机动部队，他深感无奈。同时，他对周边的军事形势也进行了审视。长江以南的第9战区实力强大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长江以北的第5战区虽然实力有所削弱，但也不是现在的11军所能轻易挑战的。而新成立的第6战区拥有30万兵力，由蒋氏手下的头号大将陈诚指挥，更是难以撼动。在这样的困境中，横山勇决定寻找一个相对较弱的对手来提振士气。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洪湖，这里的守将是被称为鄂中大怪物的王进哉。王进哉在对抗日军方面表现出色，但在处理与周边势力的关系上却显得颇为拙劣。他曾以肉包子打发走李宗仁的使者，又在陈诚派人交涉时拒不让步，使得2位战区司令都对他无可奈何。对于横山勇来说，王进哉的孤立无援正是他寻找的软柿子。他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洪湖发动进攻，以图改变11军的颓势。横山勇召集了曾参与进攻鄂中的参谋们，满心疑惑地问道：“记得我们之前不是派遣了第58师团去对付王进哉吗？为何那样一个弹丸之地，却始终未能攻下？”参谋闻言，嘴巴张得比横山勇还大，解释道：“第58师团确实去了，但问题在于地图严重失真。王进哉对那片区域进行了大幅改造，地图上看似只有几个湖泊，实地却是一片汪洋。”横山勇闻言，怒目圆睁：“地图不准，难道不能重新绘制吗？我们的飞机难道是摆设？这对王进哉而言，无疑是致命的威胁。”日军空军随后进行了侦查，并依据侦查结果重新绘制了地图，使得王进哉精心构建的鄂中迷宫再无秘密可言。1943年2月13日，横山勇几乎倾尽11军所有兵力，对洪湖发动了突袭。加之王进哉在内外部均缺乏支持，仅仅12天后的2月25日，他便被日军生擒。尽管此战过程并不如横山勇所期望的那般顺利，毕竟11军作为日军仅存的战略机动部队，对付王进哉这样一支半官半民的武装，竟也耗时12天之久。但在抗战初期，这样的战绩或许会被嗤之以鼻。然而，横山勇却颇为满意，因为他此行的目的仅仅是获胜，以此来重振11军的士气。此役之后，11军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。对于第6和第9战区而言，鄂中的沦陷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，因为这意味着日军已经打通了长江水道，为其向西进攻第6战区铺平了道路。那么，陈诚和薛岳是否察觉到了横山勇的企图呢？这需从2方面来看。一方面，横山勇在进攻鄂中之前施展了诈术，使得第6和第9战区误以为日军是在为向这2个战区发起进攻做准备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王进哉的糟糕人缘，陈诚和薛岳都巴不得这个盘踞在鄂中的大怪物早点消失，即便得知日军有意消灭他，也可能选择装糊涂。但这次装糊涂带来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，因为鄂中对于第6和第9战区而言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区，失去了鄂中，日军便能肆无忌惮地向西进攻，同时其后勤补给也能通过水道顺利输送。陈诚与薛岳在处理鄂中问题时，确实因个人恩怨而忽略了大局。横山勇在占领洪湖后并未停歇，紧接着又攻占了石首和华容，这2处同样是扼守长江水道的关键地点。至此，横山勇意图向西进攻第6战区的野心已昭然若揭，鄂西会战的大幕随之拉开。然而，要实施对鄂西的进攻，
横山勇还需获得其上级田军六的批准。在过去，这样的请求很可能遭到拒绝，但时过境迁，横山勇提出了一个田军六难以反驳的理由：他计划进攻鄂西，旨在夺取停泊在宜昌的30多艘大小船只。自日军在南阳战场屡遭重创以来，其海上运输能力大幅下滑，船只损失远大于建造速度，导致运输力量严重不足。横山勇的这一理由正中田军六的下怀，因此作战计划得以批准。不过，这次横山勇的对手并非陈诚，而是新任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。孙连仲在局部战斗中表现出色，擅长硬仗和狠仗，但在指挥全局性作战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。相比之下，横山勇的战术水平较高，他擅长运用日军常用的中路突破、两路迂回战术，并能灵活变通，使这一战术在内线和外线之间反复切换，这让擅长防御作战的孙连仲倍感压力。幸运的是，陈诚在担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精心布置了防线，为孙连仲接手后的防御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。当时，许多人认为第6战区要守护重庆的东大门，关键在于鄂北的襄樊和湘西的常德两地。至于长江两岸，由于地形崎岖，行军艰难，因此不必部署过多兵力。然而，陈诚却持有不同看法。他深刻汲取了枣宜会战的教训。那次战役中，江防兵力被大幅抽调，导致防线空虚，日军趁机占领宜昌。因此，无论外界如何建议，陈诚都坚持将精锐的18军部署在江防一线。这一决策在后来的战斗中得到了验证。正是这一正确的部署，使得横山勇的进攻未能得逞。1943年5月5日，鄂西会战正式爆发。然而，孙连仲很快发现，日军的真实目标并非鄂西，而是常德。当时，包括孙连仲、薛岳、陈诚等在内的多位将领都认为，日军此举是为了抢夺粮食。常德位于第6和第9战区的交界处，但在归属问题上划分并不明确。从防务角度看，常德归第6战区管辖，但从行政角度看，则归薛岳的第9战区管理。这是因为常德是重要的粮仓，薛岳不可能将这一供应第9战区军粮的关键地区完全交给第6战区。横山勇直接攻击常德，在第6和第9战区的将领们看来，这是合理的，因为日军同样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。为了保卫粮仓，孙连仲决定亲自前往常德指挥作战。然而，就在他抵达常德后，日军却突然改变方向，向西进军，直指鄂西。在这次作战中，横山勇又采用了新战术，他没有将11军的全部兵力一次性投入战斗，而是每到一地就增加1个师团。这种战术有2个好处：一是可以在前期迷惑第6战区，使其误以为日军兵力不足；二是当驻扎在宜昌的13师团加入战场后，日军的兵力将形成叠加效应，从而在突破江防时产生强大的突击力量。孙连仲完全没有预料到横山勇会采取这样的战术，前线因此陷入混乱，损失惨重。蒋介石对此深感焦虑，甚至准备亲自前往分师指挥作战。然而，这显然是他在使用惯用的激将法，因为作为统帅，亲自赴一线作战并不现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正在云南的陈诚只能返回鄂西接过指挥权。陈诚接过指挥权后，迅速下达了3道至关重要的命令。首先，他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。鉴于在平地与丘陵地带难以与日军抗衡，陈诚决定撤往长江两岸的山区，布下阵势，静候日军来犯。他深知横山勇以勇著称，便以此阵势试探其胆量，看其是否敢于深入山区作战。其次，他强调了陆空协同的重要性。抗战爆发后，中国部队曾深受日军飞机之害，但在鄂西会战前夕，形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。由陈纳德指挥的空军与新组建的中国空军联手，将日军打得节节败退，逐渐掌握了制空权。陆空协同战术便得以顺利实施，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有力的空中支援。最后，他请求增援，将统帅部直属的第79军和74军调往鄂西。这一决策在后续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诱敌深入战术实施后，日军向西的通道虽然被打开，但横山勇却不敢贸然进攻。原因何在？制空权的丧失，使得日军在白天行军时暴露在中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之下，只能趁夜行动。然而山路崎岖，道路狭窄，
行军速度极为缓慢，加之日军不敢打火把照明，夜间行动更是困难重重。有人或许会问，日军擅长迂回包抄，为何在此战中不用？实则地形限制了其战术发挥。长江两岸的地势复杂，难以进行有效的迂回包抄。更何况，江防军仍有3个精锐军严阵以待，即便日军强行迂回，也必将遭遇迎头痛击。战斗至此，横山勇也意识到撤退的时机已到。尽管未能按计划向重庆方向进攻，但他已成功将宜昌的30多条大小船只沿江而下，算是完成了对田军6的承诺。5月30日，横山勇无奈下令全线撤退，然而撤退之路却远非坦途。此时，统帅部直辖的79军已经迅速赶到，对日军断后的13师团展开了猛烈的追击，犹如一场真定脚的游戏。79军的暂编第6师更是勇猛无比，直插13师团的核心，将13师团长赤鹿里团包围，使其在战场上失踪。这无疑是对横山勇的一大打击。自进攻洪湖以来，横山勇一直占据上风，无论是连战石首、华容，还是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常德、鄂西之战，都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兵力损失也微乎其微。然而，撤退时的这场追击战却让他颜面扫地。愤怒之下，横山勇决定反戈一击。他敏锐地发现了79军在追击中的部署漏洞，即孤军突出，两翼空虚。于是，他立即命令13师团停止撤退，就地反击，并调动高品标的独混17旅团从驻地出发，向之江附近的中国部队发起反击。横山勇的意图是以中路反击、侧路迂回的战术，将追击的79军一举歼灭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高品标的独混17旅团在磨盘洲西南的裴里桥与中国部队遭遇，短短2个小时内就损失了近1000人。其中，独步88大队长小野4时，独步87大队长前沼吉太郎相继被击毙。横山勇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，他意识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大损失的，只能是王耀武的第74军。横山勇此刻后悔莫及。本来11军在整个战局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，虽然并未完全实现战略目的，但损失并不大。然而他的一时冲动却让他陷入了困境。本想在撤退时反咬中国部队一口，却没想到咬上了一块硬骨头，部队伤亡惨重，大队长级别的军官就战死了3个。整个鄂西会战有3大亮点：一是陈诚接回指挥权后采取了正确的战术策略，稳住了阵脚；二是空军的表现出色。自鄂西会战以后，中国空军已经初步掌握了制空权。三是79军暂编第6师和74军51师、58师的英勇表现，尤其是暂编第6师，在兵员、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依然果敢出击，缠住了日军13师团，为74军大量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